Crazy NBA 自由市场开启，保罗联手文班亚马、克莱汤普森3年5000万签约独行侠。NBA 在无浪花兄弟、乔治携手恩比德、马克西组成费城三巨头，哈登续约快艇，雷霆剑指总冠军。球场之外，胖杰还在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灌篮的胖杰。NBA 自由市场开始截止到现在，已经出现了多笔重磅的交易和签约。在此之前，勒布朗·詹姆斯曾明确表示，愿意降薪来为湖人腾出一个中产合同的空间。可没想到，一夜之间，勒布朗愿意降薪的球员竟然全部飞走了。点个订阅，我们来看一看自由市场的几笔重磅交易，看看到底是谁亏谁赚。首先，快艇放弃乔治很正常，快艇是不可能给乔治4年顶薪的，因为他给伦纳德、给哈登的合同也并不大，年限也并不长。乔治想追求4年顶薪，只能去自由市场找别人。最终费城是4年2.12亿拿下乔治。乔治新合同第一年起薪4920万美元，最后一年5660万美元，而哈登是以2年7000万续约快艇。乔治加入76人，相当于是哈登和乔治互换了东家。哈登换到了乔治，小莫里斯、巴图姆、考文顿、小马丁2个首轮签，1个首轮互换，再加2个次轮，再加上19年为了得到保罗·乔治他们送给雷霆的亚历山大，加上5个首轮，加2个首轮互换，再加1个加里纳利。快艇几乎可以说是在保罗·乔治身上赔光了未来，真真实实的亏成了吗？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失去乔治，战力是一定受损的。而76人方面，他们得到了第3球星，但他们签约的最大风险就在于，在合同的第4年，乔治38岁时还要拿5660万，风险还是比较大的。结合过去的例子，一个老将球星顶薪加盟另外一支球队，能给那支球队带来多大帮助呢？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，成功率似乎不高。其次就是乔治过往的出勤也并不是特别乐观。回归到球队和赛场层面，乔治加入之后，费城还是有些问题。他们现在有合同的球员是9个，极其缺乏大前锋人员，其现有球员中适合领防的只有乌布雷一人。无论怎样，他们接下来必须要补充锋线资源，也要补充一些3D 的领防手。但目前对费城相对不利的是，他们签约了乔治之后，目前只有底薪可以签人了，能补强的空间十分有限。然后从乔治个人特点来说，先不说他能为费城带来的攻防收益，乔治本人攻防两端最大问题还是他的进攻不够厉害，不是联盟最一流的水平。他是能够提高球队的进攻，但无法拔高整个费城76人的进攻上限。而在防守端，乔治现在并不适合担任一线领防，也并不适合长期大量担任4号位去顶内线。当然，乔治加盟带来的收益也很明显，费城将拥有3大明星主攻手，每个人的回合占有率都至少能够达到25%以上，3个主攻手，后卫、锋线、内线均匀分布，这对他们的对手的防守对位资源要求很高。这3个人之间没有明显的兼容性问题，甚至理论上兼容性是好的，彼此都能为彼此拉开空间。马克西和乔治都有不错的无球习惯，以恩比德为庄，还是能够跑出一些丰富的无球战术，整个球队进攻会变得更加立体。马克西加保罗·乔治双外线持球手，还是能够保证48分钟之内球队的外线都有明星持球手来坐镇，而乔治本身也能提供一定的单打和硬解。乔治在恩比德和马克西身边打球没有任何问题，即使担当第3持球手，我相信他也能够适应这样的角色，因为在本季快艇他就是第3持球手，以他的定点投射威胁，包括传控能力，应付有球无球都没压力。防守端，乔治是一个全能防守人，他的到来肯定能够帮助球队的锋线防守，所以乔治的到来提高球队攻防两端实力没问题。能不能挑战凯尔特人，其实也是有机会的，所以签约乔治对76人来说必定是补强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交易市场第一天让我觉得最契合的就是保罗联手文班亚马、克里斯保罗1年1100万加盟马刺，这个价格对保罗来说可以接受，对马刺来说也不会太贵。保罗的篮球智慧、比赛经验、毕生绝学、帮助年轻人成长的能力，对文班亚马来说是职业生涯初期不可多得的财富。保罗能提供给马刺的附加价值太多了，他的身份绝对不仅仅是一名球员、一名老将这么简单。本赛季的保罗在勇士的表现也还不错，现在个人主攻能力、单打能力和以前没法比，但他的传控价值依然巨大。下赛季保罗和文班亚马的挡拆绝对有看头，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。文班亚马能在职业生涯初期遇上波波维奇和保罗2位 NBA 的领路人，这对于他的未来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。胖杰相信这位联盟的未来门面，从下赛季开始，他的成长速度将会发生质变。而最惊人的消息就是克莱汤普森先签后换，3年5000万加盟独行侠，离开勇士联手东欧冲冠。谁能想到克莱汤普森会以这种方式告别金州勇士，转投独行侠，成为东契奇和欧文的新队友？这位昔日的浪花兄弟之一，居然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选择了离开，用先签后换的方式签下了3年5000万美元的合同。消息一出，整个 NBA 圈子炸开了锅。话说，汤普森和勇士的续约谈判真是一波三折。
两人就像吵架的夫妻，谁都不肯让步，最终闹得关系破裂。自由球员市场刚一开放，汤普森就和湖人、快船、独行侠、76人这些球队眉来眼去。不过，最终独行侠拿出了最大的诚意，用3年5千万美元打动了汤普森。这还不算完，交易还顺带把于是格林送去了夏洛特黄蜂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独行侠上赛季虽然拿下了西部冠军，但总决赛被凯尔特人狠狠地修理了一顿，1比4败下阵来。显然，这样的成绩让球队管理层不太满意，于是他们决定补强阵容。汤普森的到来无疑是给东契奇和欧文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援，毕竟汤普森的3分球可是联盟里的金字招牌，有他在场上，独行侠的进攻火力直线飙升。勇士这边失去了汤普森，库里得一个人扛起重任。汤普森可是勇士的老功臣了，自2011年加盟以来，他为球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13连时间里，793场常规赛场均拿下19.6分，季后赛158场场均19.2分，5次全明星，4次总冠军，这一系列的荣誉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和贡献。然而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汤普森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。这次加盟独行侠，汤普森无疑是做了深思熟虑的选择。湖人那边，詹姆斯可是放下了身段，愿意降薪招募他。不过，汤普森显然不为所动。他看中了独行侠的潜力，看中了和东契奇、欧文并肩作战的机会。毕竟，篮球场上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更多的是成就感和荣誉。东契奇和欧文的组合已经让独行侠成为了西部的一支劲旅。现在，汤普森的加入无疑是锦上添花。他的投篮能力和比赛经验将给球队带来巨大的帮助。东契奇的全能表现，欧文的个人突破，再加上汤普森的精准3分，独行侠的进攻端简直让人不敢想象。对于勇士来说，失去了汤普森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库里虽然依旧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库里，但篮球毕竟是5个人的游戏，失去了得力助手，勇士需要重新寻找进攻火力点和防守核心。或许这也是勇士重建的开始。回顾汤普森在勇士的最后一场比赛，真是有点唏嘘。那场比赛他10投0中，3分球6投0中，颗粒无收，最终勇士输给了国王。那一刻，或许汤普森自己也意识到离开的时间到了，他需要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舞台。对于独行侠的球迷来说，汤普森的加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，大家都期待着他能在新赛季为球队带来更多的胜利，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。而对于汤普森来说，这是一次新的挑战，也是一次新的机会。他能否在独行侠继续保持高效的表现，能否帮助球队冲击总冠军，这些都将成为新赛季的看点。这次重磅交易不仅让独行侠的实力大增，也让整个 NBA 的格局发生了变化。东契奇、欧文和汤普森的组合将成为新赛季最值得期待的3叉戟。汤普森能否在新的环境中继续闪耀，能否和新队友们擦出火花，都是球迷们关注的焦点。汤普森的选择虽然让勇士球迷感到遗憾，但也给独行侠带来了新的希望。新赛季，独行侠的表现将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这次他们确确实实拥有了争冠的实力。汤普森能否在新的球队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能否继续书写自己的辉煌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拭目以待。和克莱都签约了独行侠之后，这支上一季的西部冠军看上去又要统治西部了。但另一支年轻的军队不会轻易的交出西部冠军的宝座。是的，没错，年轻的雷霆队与前尼克斯中锋球员哈尔滕施泰因达成一份3年8700万美元的加盟合同，这样雷霆队在内线方面再次增加了可靠战斗力。新赛季他们将拥有霍姆格伦和哈腾2大内线支柱力量。除此之外，雷霆还以4年4800万续约了塞亚乔，以及5年4700万续约了阿隆威金斯，加上之前来的卡鲁索。下赛季雷霆的阵容里有 SGA、塞亚乔、杰伦·威廉姆斯、霍姆格伦、多尔特、卡鲁索、哈腾、卡森·华莱士、阿隆·威金斯以及杰林·威廉姆斯，阵容厚度深不见底。胖杰预测，这支雷霆将是独行侠前往总决赛路上最大的拦路虎。本期视频就先讲这么多，如果你喜欢胖杰的视频，记得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